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，看到尿酸升高，第一个反应完蛋了，我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？今天我想告诉大家，单纯看尿酸这个数字就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状态是很不科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尿酸不像很多人想象那样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坏东西。尿酸是人体嘌呤代谢的产物，同时也是人体血液中抗氧化物之一，所以尿酸高在不同人群之间不一定代表同一种问题。同样尿酸500的人，可能一个肥胖、胰岛素抵抗、脂肪肝、慢性炎症明显，他的尿酸升高可能代表身体代谢压力，但是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人呢，体型正常、血糖稳定、甘油三酯很低、生活很规律，身体没有明显的代谢问题，他的尿酸偏高，原因可能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简单的讨论尿酸高是不是不好，而是讨论为什么有些人很瘦，甚至于生活方式很好，尿酸却还是偏高。大部分人都认为尿酸高嘛，就是因为吃多了海鲜、动物内脏、啤酒、火锅，这些因素确实会影响尿酸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人体每天产生的尿酸大部分来自于身体自身细胞的嘌呤代谢。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、死亡、修复，其中核酸分解了以后产生嘌呤，最终形成尿酸的。所以尿酸水平取决于2个大的方向，第一个，你身体产生了多少尿酸，第二个，你身体排出去多少尿酸，而这2个过程又受到了遗传、肾脏的功能、代谢的状态、炎症的水平、生活方式多种因素的影响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最常见的一类代谢异常型的高尿酸，它身体呢不是产生太多的尿酸，而是排出去的能力下降。尿酸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的，而长期高胰岛素的状态会影响肾脏处理尿酸的能力，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腹型肥胖、脂肪肝、甘油三酯高、空腹胰岛素高，同时尿酸也高。这种情况底下，尿酸其实是整个代谢异常的一部分。另外一种模式，身体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足、压力过大、肥胖、环境压力增加，身体会处于一种持续的应激状态。炎症意味着免疫系统持续工作，细胞损伤和修复增加，细胞核酸代谢增加，而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。所以慢性炎症状态可能推动尿酸升高，所以在某些情况下，尿酸升高可能反映身体正在面对压力。第3种模式，瘦人为什么尿酸也会高？如果一个人不胖，血糖也好，胰岛素敏感度也好，甘油三酯也低，生活规律，那为什么可能他尿酸也会高呢？这里有几个可能的因素了。第一个，遗传因素，不同的人尿酸代谢能力不一样，有的人尿酸生成速度就比较高，有的人肾脏排泄的能力就比较弱。同样的饮食，不同的人尿酸反应可能完全不一样。第二个可能性，身体代谢水平不一样，有一些人运动量大，肌肉量高，蛋白质摄入比较多，细胞更新比较活跃，嘌呤代谢水平也可能不同。那么尿酸到底多少才需要关注呢？如果说我身体很好，可是尿酸到了480，需不需要害怕？那这里需要理解的，化验参考范围不等于个人风险。一般男性尿酸超过420属于升高，但是风险不能够只看一个数字的，它需要结合有没有痛风，有没有尿酸结石，肾功能正不正常，血压、血糖、胰岛素水平、炎症状态。那比方说一个尿酸480，可是呢没有痛风，肾功能很好，代谢指标很好，跟另外一个尿酸也是480，可是呢它同时有肥胖、脂肪肝、糖代谢异常，风险完全不一样，那是需要比较认真的对待，比较认真的评估的。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尿酸高了，你需要做哪些检查？不要第一个时间只问我是不是不能吃海鲜，更重要的是，第一，你要问问自己，我的空腹胰岛素怎么样？第二，我的甘油三酯和高密度脂蛋白怎么样？第三，我有没有脂肪肝？第四，我的腰围和肌肉量如何？第五，我身体有没有慢性炎症的迹象？第六，肾功能怎么样？因为尿酸只是结果，身体环境才是原因。所以如果你很瘦，生活也很自律，但是尿酸偏高，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一定哪里做错了。同样一个尿酸的数字背后可能代表完全不同的身体状态。健康管理最重要的不是消灭某一种指标，而是理解身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指标。请记住，不要用一个数字定义一个人的健康，
要看产生这个数字背后的整个身体的代谢环境。